各种各样的抹得开面子，或者抹不开面子。朋友跟你借钱啊，讲钱就伤感情。对，谈钱伤感情，倒不 care 自己，他会 care 别人，这时候面子过不去。他会问你为什么不给我？这就放在谈恋爱上很好用。那么多无理的要求，他都答应了。对，他一定爱上我了。我当时没有参与到生一把元首，是，就是会，就跟你讲这个事情，你但是我生了，这个力量不足以让他不跳楼。哎，来一个电话就来了，对呀，面子好大。那个是挺好玩的。就是这样，我们真的是说能不能抱抱你？他说哦，那好吧，抱抱吧。然后那人家都抱上了，对吧？就想进一步了。结果发现他对另外一个人也做同样的事，甚至于第三个人也做同样，然后你瞬间就没这种感觉，就瞬间你就下头了，是不是？你是不是那个他要吸你血的大血包？赶出去！哎呀，什么情况？这什么情况啊？尴尬。那你怎么？牛吹出去了。对你牛都已经这样吹了，那我今天说哦，不好意思，他是谁啊？耶耶耶耶！我来了。条约跟像如果说，在一个饭局里面，我们都不用担心啊，有你，是，而且乔爷跟 Sean 在一个团体里面，他们的面相，是那种很好说话的人，发现吗？就是所谓的好说话的人，就是那种，不太会去拒绝别人的人。就比如说我们说这吃不完，哎，你把它吃了，他硬着头皮都会吞下去，会吗？会吗？我不会，我他不会，你会吗？会。我可能吧。乔爷已经到了懂得惜命的年龄了，花花还是那种我猛我上，我不死谁死？我只会问一个问题，有时间限制吗？允许打包带回家，肯定要，我告诉你。吃的比较慢。有的时候是很多，因为你不肯，抹不开哈，真的会到后面，这个都小事，这毕竟是好吃嘛。有的人抹不开吧，会分大小事儿，他小事儿无所谓，你抹不开就去吧，去哪里玩呢？尽管他不愿意呢，就去了。有的人大小事不分的。后来我就会发现，就很多人愿意跟他做朋友。有一天我发现他家里特别多这种，就是各种传销的那种东西。因为很多人跟他，那他没有，就有的人比如我做，我也去传销，我也去卖嘛，对吧？他没有，他纯粹就是接收。就是你所有的传销都给我，我没有说再想说我再去做这个生意。他完全没被这些传销人说服，但是他是抹不开，他只能就都买，就我买了朋友嘛。我可以理解成就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对呀，因为其实我发现他都没用。他不拒绝，那么你每次都买，人家问你怎么样，他还得说不错，他还不好意思说这不好用我没用。那又越来越多，所以家里就有好多这样的东西，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类型。这种人会引来很多朋友，而且是好朋友。我刚想问阿婆，就是你会和这样的人交朋友吗？至少我会保护他，我不会给他让他有，我会帮他。但是他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甚至他让你在他脸上看不出痕迹，对，不是没有喜怒哀乐。对，我懂你什么意思，就是你有一种感觉，就这么说吧，就是说，你开始他做了一件事，你觉得很感动的事，你觉得结果你发现他对另外一个人也做同样的事，甚至于第三个人也做同样，然后你瞬间就没这种感觉了，就瞬间你就下头了，是不是？你不是谈恋爱了。在我的感觉当中，就是说，如果你不会拒绝的话，你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心大就没关系。我当时就遇到一件事情哈，就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就心大。那我们其中一个同学，他当年早期就被这个传销洗脑了。
很早，我们那时候工资才300-400，然后洗脑了，他就一直跟我们讲，就是要一起去听课嘛，我们怎么，然后我当时也抹不开，就去听课，我当时还不知道传销这个事儿，结果那天一听，哇，我看他热血沸腾，他之前也是被他的朋友叫去了，然后说哇这能挣发财嘛。然后还帮到身边的还帮到身边嘛，亲人他就把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叫去，然后就开始都课上完就一块手表800块钱，我们当时工资才300-400，一块手表800块钱。他是要卖给你？那传销不就是买东西吗？他就是买那个手表，就是买嘛。然后因为他已经买了，我们如果买了，他就有下线了嘛，就是一层一层的，一层的，然后他就这个梦想，这财富暴富的梦想，就是你如果你的底下线有很多，你都不用，你就是躺着在家赚钱。然后同时他会让你觉得你眼前的这个产品是你捞着捡到便宜。对呀，那因为他没有这个口才说服我，那他不是让我去听他们这个课嘛，然后听了，然后我一听我就不想买嘛。我干嘛要买手表？我平时戒指都不戴，我还买什么手表戴？我都不戴，然后我就坚决不买。他就把我逼着的，我说我没带钱，他说我借你，我坚决不买，因为我这一点上我就觉得我小事儿我可以，我也会摸不开，我经常也会摸不开，但大事儿我不会。这个因为你到这个份儿上了，你有一点原形毕露了。你发现其实是。他已经陷进去一个洞，你正常应该你把他救出来，而不是你再跟着他陷进去。因为你今天跟着他买的这个东西，其实没结束，他会要求你再去发展你的下线。对，那我另外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去他心大，他就买了。他经不起他这种软磨硬泡，但是我生气了，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叫原形毕露了，你不能对我都逼着我买了，那就不要勤奋。没有勤奋，我坚决不买。有很多人其实不好意思拒绝别人，也跟面子其实是有关系的。对，所以你有的时候人家比如说有话术的人，他就利用你。那就比如说你说你很有钱，对，是吧？对，你不承认你穷。然后他就用这个利用你这个。你看有的人一开口就哇，你是个成功人士，对，搞得你下不来台，我成功了那是。然后他会看你的反应来决定，他会判断你是不是那个他要吸你血的大血包。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旅行团的低价。就比如说某一些国家某一些城市，然后呢什么5天6天甚至7天的旅行，才只有比如说99块钱。然后但是我知道的这个团本身，只要旅行社卖出去的佣金，比你这99块钱不知道要翻出多少倍，单是佣金啊。那你团费才卖99，我卖出一个我赚好几百的情况下，你这99哪里卖出去的？那旅行团我们大家都知道，带你去消费。那就会逼着你，对吧？好，那逼是有些人是永远都逼不出来的。就像你那个手表，我借钱给你，你也不会买。但是他们成功的概率还是很高的。有人高到他们可以 guarantee 你一个就是旅行社，只是旅行社卖团的人，你只是卖出个人头，我都能给你这么非常夸张的数量的佣金的情况下，他们是 guarantee 他们一定是能够赚到钱，而且是大钱。而且他们非常知道人性。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不好拒绝别人，性格弱点，能算是个性格弱点吧？有这个性格弱点的人，其实比例非常的大，很高，我知道。对，他们是有专业话术来针对你。说你是穷人，我也有话术对你。你说你是个有钱人，我也有话术对你。你说你是个迷信的人，或你不信邪的人，好，我都有话术可以来对付你。你如果养成了，或者就是你自己真的是不懂得拒绝的话，你一旦进入某个，就比如像这个旅行团或者怎么样一个状态，你遇到这种专业的人，你一下子你就破防了。同样的就形成一个很专业的这种心理的非常专业，对吧？他怎么营销对这个东西？
对吧？所以你要看诈骗集团，它是有专业背景的。是的，现在很多诈骗集团有专门的心理学家，还有概率学家，对呀、他有这样的资源呢。没错，没错。对我们之前不是聊过，就一个杀猪盘，就是一个人，你感觉是一个人在跟你聊天，但其实后面是个团队呀、对不对？哇，这时候进来了，哦，这个人对，然后你今天晚上跟一个人某个人聊天啊，网上聊天之后结束说哦 good night 晚安，我要睡觉，完了你所有今天跟他的聊天记录后面有一个整个团队开始分析，明天用什么话术来针对你，我们要进入到哪一个阶段了？但这个就是说都是专业的，对我倒觉得啊，是我倒觉得就是我们平时生活中你好多时候才是最伤脑筋的。真的是是的抹不开，你是的抹不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的，你知道吧？我不知道他们男生会不会这样子，男的还是比较粗线条一点吧，就是比如说花花。分事情，那就对，好，我觉得真的是我分事情个人认为，花花是我认为认识的男人里面，我看就是男人里面比较细腻的这一款。比如说你在工作上、生意上，或者是怎么样，平时社交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就是我不太会因为面子上的事情，好像过不去。比如说，哎呀，这件事不做了，好像我丢面子了，干嘛？这个我不会。我如果这件事是我很不愿意做，我会跟对方说清楚。如果对方不理解，我觉得他就没把我当真朋友。这个事情我会分得很清楚的。当然，这件事如果我觉得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又能给他一点面子，那就是小事。小事我是 OK 的，对吧？就是说我不伤大雅。对我不伤大雅的完全没问题。但是这件事在我的原则以外，或者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个对我会造成伤害的，或者潜在伤害的，我就不会这么轻易答应他，因为这个不会因为面子抹不开我就这样，我会跟他说清楚，这个事我觉得我真的帮不了。同事之间、邻居之间、朋友之间、同学之间的那一些小事情，但是这些小事情很小，甚至就是像刚刚你说的，大事情我就不会来答应你，小事情我就算了。但是这个小事情如果频率很高嘞，就举个例子啊，我曾经听说过我一个邻居的事情很搞笑。然后那个邻居呢，然后他们家有一个小姑娘，然后小女孩呢有一个同学，一样大的嘛，可小了，4、5岁这样子。然后呢，那他因为都同一个区念书的嘛，然后呢，他等于是说那个同学也是他们家附近，也不是特别邻居特别近的附近。然后突然有一天呢，就是那个同学的他女儿同学的妈妈给他打电话说，他说哎呀。我们家小朋友可想你女儿了，他可想跟你玩了，跟他玩了，想的都哭啊，在家里面，我能不能今天周末，我能不能送我们家小孩过来找你女儿玩？他说好，来，当然我可以来，好，然后快送过去了，送过去之后玩了一整天。等于他帮人家带了1天的孩子啊，人家妈妈把小孩一放门口一放，人就走了哈。然后到了晚上天黑了来接，然后说啊玩的可高兴了，下次再来玩啊，很客气吧，很正常吧。好，第2个星期又来了，哎呀，我们家的小朋友又想你女儿了呀，想的不行呀。然后又送来了，连续几周，他发现有问题了，原来是你周末想出去办事儿，然后你懒得管小孩，然后你把小孩送到我们家，让我来托管，为什么我要帮你托管？好，然后他就开始躲，他开始躲，后来他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开始说，他说我就开始周末不在家待着，然后带我女儿去别的地方，说我哎呦，我们今天安排马上出门了，你不行啊，我今天我们家出门啊，不在家，好。从一开始就真出门，到后来就是你还得要假装出门，你看这种，你是不是就是没什么利害关系，不也就帮人家看1天小孩吗？对不对？也不是算什么大事儿，但架不住人家就天天周每星期所以最后就变成你是有心的，有心计的，对，他就变成有心结了，然后还得拒绝很多次之后，然后他能够明显感觉到对方开始对他有不满意了，这种不满意是不是很冤枉？我帮你看了这么多个星期小孩，你最后我只拒绝你还表现这个叫一句叫什么斗米啊升米啊的那个这天上掉下来的不满意，我本来你跟这个没有一点关系的事情，是啊，对吧？这个事情要是我觉得，要么第一个你就直接拒绝了，
然后我孩子还有别的事情他要安排了。第二个，你要么索性开个 business 收费，对吧？但是你一说收费，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意义和概念。有多少人会开得了这个口？我是你看，乔爷都会说开玩笑。那肯定开玩笑嘛，对不对？因为他要怎样，那收费你就有责任了。对啊，这倒也是。而且收费他就收费你也有责任啊。不，你一旦收费，就变成对方觉得这个名正言顺了呀。对啊，对那是更那个了。其实就说像我们遇到过这样事情，那就比如说1、2次，我记得我在多伦多的时候也是哈，当时有一个人给我们送了一个什么游乐园的票，送了一个票，我就奇怪他干嘛给我送那个票，然后一送进去，原来是让我，因为姐姐小时候不很会带小孩嘛，然后就给他带了一整天的他的小孩，他是要去干别的，那1次2次我们不会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就是说这个没关系，我也。也很高兴能帮他，但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这个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你就是实际上你就得要离开。虽然是很小的小事情，但是你也架不住，就是你一直在接受，但是我相信绝对有人是会一直接受下去的。我跟你讲，其实经常出现孩子这个事情，为什么？其实这个阶段的父母谁都能理解，好烦哦，有的时候小孩。他真希望谁给你带一下，我就记得我堂哥堂嫂，我那时候回家我堂嫂看到我回家放学回家下班，那时候我工作了，他就跟看到救星一样，因为他抱了一天，那个简直快崩溃了，你知道吗？那手都抱酸了，小孩又那个小孩不会走路啊，一直在手上，哎呀，姑姑回来了，那个时候我是抱着这个心态，就觉得我嫂子哥也不容易，那就是我知道他们是在等着我帮他带孩子，就是我已经很明白这个，但是你就带吧，那有什么？那我们就也很乐意，他其实就是一个感情的问题。其实我就说，如果你跟他本身这个人，值的。因为他毕竟是我堂哥嘛，那你还怎么着？我就帮他带了，其实持续了我那个小侄女开始走路了，我还在帮他带，但是那个也不存在抹不开，就是我说实在的，没有办法，这是文化上的一个差异啊。我以前有个邻居，然后那邻居呢，他们家庭组建家庭之后生的第一胎就是一对双胞胎，然后而且就双方父母，而且他们是洋人啊，双方父母都就是说都没有那种想要帮他们带小孩的这个意愿，就老外是这样的嘛。但是一对双胞胎，他们实在是上来第一胎就是一对双胞胎，一对男孩子。他们就疯了，你知道那对夫妻太难。婆婆就是良心发现，说这样子，每周3还是周2，反正1周里面有一天，你们这对双胞胎晚上吃完饭还得吃完晚饭，我接走。他们那天晚上在我家住。明天一大早我给你送回来。精彩。就是我帮你我就帮你那一个晚上，我就帮你那一个晚上，哇！有个喘气的机会。哇，你没看到他们那一天啊，就是早早的就把酒什么都倒上了，还点上蜡烛。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然后安排朋友来 party 都是在那一天晚上。所以你这样子讲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分析一下，就比如说像这样子，他真的是无奈。那我们在人生他这个阶段最难的时候。就咱们怎么理解他，就能帮则帮呗。其实大家为什么很多人抹不开，就是担心有后果嘛。你觉得会说到点子上。你说有什么后果？他会担心，他可能自己脑补了一个后果出来，他会很担心和害怕这个后果。对啊，你要想一下有什么后果。如果你拒绝我，你有什么后果？很严重。阿婆问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永远都是很严重的。就是说，其实阿婆只是随口讲一下，你马上脑补出100个后果。搭帐篷。我之前你们都看过，我有一集是采访一个在游轮上受到性侵犯的一个女生。我知道。她就是典型的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人。
就面子上觉得人家会，对，他会觉就是说得别他那个人不好意思。甚至于是个陌生人，也不哪算朋友，怕是个陌对吧生人，然后那个人看似很辛苦的工作，然后他需要安慰，说能不能抱抱你？他说哦，那好吧，抱抱吧，就那种，然后那人家都抱上了，对吧？就想进一步了，然后就造成了后来有这个性侵犯的这个前奏在前面哈，然后最后他都。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他会想到很脑补了很多后果，会不会人家把他暗杀在游轮上，把他直接扔下海之类的都想到了，是吧？所以他很害怕这些东西，他哪怕已经觉得不对劲，觉得自己受委屈、受欺负了，他都不敢讲，一直到对方又来要求的时候，他都不敢说，我是不是可以去告他，或者是举报他，他都不敢。就是也有真的，这个就是有点性有格上些人懦弱，但这种人其实不少的，很多人懦弱。你觉得呢？不，有一种人很好玩，我觉得他可能倒不 care 自己，他会 care 别人，这时候面子过不去。很多人这样，算很善良。是啊，他会是啊，我不答应他，他会很没面子。对，他会替他想。对，我不能抹掉别人的面子。那这是我刚刚其中说到一个点嘛，就是我如果这件事如果不是原则性的，我会给人家一个面子，对，我会给他个面子，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他很怎么说了，就是从他角度来说是一个，他会要这个东西可能对他来说很重要，对吧？比如说他一定能帮这个忙的，你放心吧，我说了就行了。那你怎么？牛吹出去了。对，你牛都已经这样吹了。那我今天说不好意思，他是谁啊？他谁呀？不可能啊！那你除非说他以为他是谁啊？是在多伦多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也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人，然后他说他一会儿来我家，我说好啊，欢迎啊，你来我家嘛。然后快到我家的时候，打个电话说我带一个人来行不行？就我当时真的是，因为你已经在路上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本身他自己就有一些边界，自己是要知道的嘛。是的，是的。那我又不好说，那我就想 OK， 结果带的这个人就不对劲。你还是让他带来了。那都已经到门口了，拍我，各种拍。哎呦！赶出去！哎呀，什么情况？这什么情况呀？尴尬。然后我以后就不再跟他，因为什么？你有错在先嘛，这就不要跟我说什么，就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让我做的，我会感到后怕，因为我不知道以后，因为你如果之前跟我说，你跟我商量哈，你不能到门口了，说我带一个人，那我把他赶走，我确实也是抹不开，但是实际上正确的做法，你觉得呢？我当时就应该说。这里面已经有一个因素在里面了，抹不开的因素已经在里面。对，就已经在里面了。最糟糕的状况是拍完以后，他用我的照片去，就是他本身就是在经销一个什么东西。你可以告他我。哎呀，后面因为当时我也不是特别大名气，所以也没产生什么效果。但是总之就说这个是一个我很好奇讨厌的事情。带他来的你的那个朋友他怎么想？怎么讲呢？他其实我后来知道，他们是一个 team 的，就那个人带来的人，是他 team 里面的领导。他是打算好，就是来过你家这一次之后，就是他这一辈子最后一次来了，是吗？他是不是做好这个思想准备？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再跟你再继续接触？有，但是我不怎么那个，因为这个事情让我觉得。他后来事后有没有跟你打招呼？哎呀，可能我当时先考虑啊。没，他觉得这是他工作嘛。哦，他觉得是他的工作 OK。而且他领导叫他来的嘛。有一些事情，就比如说像你刚才我们帮人家一下给人，这个都没关系。像这种事情其实挺危险。这个是两个方面。我觉得有些人，比如说是对于阿婆来说，她可能吃一堑长一智，她就会说不行，我做错了。我应该在哪个环节的时候，我就应该果断的拒绝他，不应该抹不开面，这是你的 side。但是对于有些人的 side 来说，他可能做了一些跨越了边界的决定和举动的时候，他没意识到。
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这个很正常嘛，我带着朋友到你家。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从2方面来看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有意识不到的那个时候嘛，对不对？是有可能的嘛。所以作为你这边，你其实要提醒你这个朋友的，因为否则他也不知道他做错了呀。哦，花花说的对，对吧？你可能还得反过来，就是说跟他讲，你那件事情做的不妥。对，其实或者说表达了你其实是不舒服的，然后那这样我至少告诉你，就是这个叫什么，社恐怎么来的？就是你抹不开，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你就社恐了。我不想跟人社交了。我不想跟我遇到的人把这个话说清楚，是这个意思吗？没法说清楚，说清楚会更抹不开。是我更抹不开的，我就跟他说这个事情。就大部分人其实是在这个环节上，对，在这个环节，他其实感受到不舒服了，但是他觉得一旦跟他说清楚这件事更抹不开。对，你看我有2个地方错，第一个地方一开始你没有守住，就是这个你不认识的人，你首先要来，你事先要跟我讲他是谁，他跟你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来，对吧？没有，他就说我带一个人来，我当时其实是可以拒绝的，我没拒绝，没拒绝到后来到我家拍完以后出去哈，那么当然也没造成大的影响，但是。之后我应该跟他直接说，以后不要这样子发生。但是我会觉得这样很让他没有面子。是彻底没面子，你顶穿了他，或者是说，对，就是让人家觉得，哎呀，我不就带一个朋友嘛，你这人怎么都不这么不那个哈？你以为你是谁呀？就像刚才那句话讲，你以为你是谁呀？对吧？那到底应不应该顶穿？然后你看啊，那最后呢，就是变成社恐了。就是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知道跟他怎么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这么分析这件事，就是说，如果说了这个事，会影响到很明显的影响到你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其实就不是真的朋友。那是。对吧？因为真的朋友，他其实是会从你的角度去理解你的处境。不是真的朋友，是你舍吗？你会舍吗？会啊，当然不是真的朋友，我当然舍。我其实是这样的，我还分得蛮清的，因为。我刚刚说到一个点是面子问题，还有一个点其实是就是那个点我并不 care， 但有一个点是我蛮难过我自己这关的，就是曾经帮过我的人。曾经别人对你有过善意，不一定他真的有什么事情帮你，对，但就是总之让我觉得，哎，因为这样我要跟你处朋友的一个人。这个最难，这是我最难的。对，这个是我真的很难过，因为我自己有过一个。在我的公司认识了另外一个，他跟我的老板算是朋友关系，他们是行里是有一点点这种，不完全是竞争关系了，但是是有一点关联的，所以都会，其实我的特长都会用到。那么我跟那个人认识之后，其实还蛮聊得来。有一次一个事情他帮了我蛮大忙的，然后他主动跟我说，哎，没事，这个事我可以帮你搞定，我那边有关系的，好。我就觉得这人很好。有一次他突然跟我聊了句，你有没有兴趣过来帮我，到我这边来帮忙？挖墙脚。对，我说我那边其实做的挺好，对吧？如果你要我来你这边，我怎么样也要跟我老板打招呼，这是一。第二的话，其实我老板也对我挺好。然后再最重要一点，我可能接下来要去国外的，我不一定会长期待在这儿的，对吧？我也不想让你失望。其实那个时候。我其实是说出这个话，我有点难受的。你觉得你拒绝对你有过恩的人？对，就是会觉得，对他又帮我，然后又有种感觉啊，像伯乐一样的，他很器重我，是这种感觉的嘛？其实我那时候是有这种感，对，就是说，毕竟就他跟我老板也是朋友关系，对吧？有种感觉好像你们偷偷暗自的去弄成变成我到他那边去了，两头不是啊？对，我幸好要出国，我自己放松。但我当时想，我如果没出国，就我不知道要怎么，没有这个足够的理由。对，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去解决好这件事情。像讲的刚才像这种情况，其实就很难判断，很难判断。对，特别是对过去帮过你的，他现在让你给他帮个忙或者做什么事情，你又做不到，你又不能做，或者是做不到。一个是做不到。还有一个是可能你做的同时会伤害到另外一方的利益啊，其实主要是这个问题，对吧？因为就是说我伤害自己的利益也就算了，对吧？但倒没什么，但你像你就这么想的，不管怎么样，就说
他让你过去这件事情是让他失望了，但他至少对你这个人是的，对吧？是的，因为很多事情人家是通过一件事情来看你这个人的，也非常有可能是你自己的老板让他来试探你。这样子想是不是就心里很舒服？这么想你就但是我心刚才里很舒听完以后，服我觉得其实虽然像是拒绝了，但是他是得分的人。对。和你的熟人或甚至是朋友需要去分配利益的时候，这种抹不开，或者是这种不好意思去把话讲清楚。这个就是说，其实现在人的这个，包括经营，包括合作都好，现在人，对，都好，因为大家都是会直接把利益放。就我记得，过去很多人就是过去人好像不好意思把，就我们那一代人不好意思把这个钱这个事情摆在前面，摆在前面讲，就是说先讲钱就伤感情，对，谈钱伤感情嘛，就说那个时候开始就经常合作就出问题了。对，你开始摸不开嘛？你开始摸不开。好像都是跟钱有关的东西，在好拒绝还是不好拒绝这件事情上是特别特别难的。就我现在当然现在大家慢慢的，我是觉得社会进步完以后，慢慢他达成一个共识，就比如说，朋友跟你借钱，这个是也很为难。一般原本我们怎么着不会跟朋友借钱？但话说回来，如果你真需要，你真遇到难处了，你不跟朋友借钱，你跟谁借？是吧？所以这个事情是最难判断的，最难弄的是这个事情。我就记得有一次，很有意思，我那个同学不是我的账号 QQ 账号被盗了嘛，然后就跟他借钱嘛，然后借钱呢，他当时是没借，那从此我怎么觉得每次跟他就觉得欠我的，就那个感觉就会一直躲闪，然后就是不敢讲，就是那种很愧疚，但是那我就不知道这个情绪哪里来的，就有一天说着就问我你还好吗，就说之类的，我才知道我的 QQ 号被盗了那个时候，然后就跟他借钱，然后有个骗子冒充你去跟他借钱，然后他没借，而且没借这就对了。没借是对了，借了就上当受骗了。但我也有一次，其实我也有一次，因为没借，其实我一直内疚了，等于半辈子。那我很想听这个。我当时呢是确实这个钱是投在一个地方，我实在是拿不出来。但如果拿出来要损失很多，我有，但是要损失就是那种利息。那我当时呢，就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我现在拿不出来。那他毕竟是好朋友嘛，你一讲这个，他不会有二话。立刻就跟别人借了。后来他就出去了，那我们实际上他也出国了，他就在别的国家。后来我也出国了，就是多少年偶尔回去，仍然还是好朋友。他依然很善待我，就对我特别好依然是这样。但我们还有时候不是都有通讯吗？都还会来回。但你当时有跟他讲过原因，说因为怎么样，所以你不能够。对，但是以我的性格，我觉得。这样一个好朋友，你不能我自己不能因为那一点利息或者什么拿不出来就不肯帮，就说当时就我一直很内疚。是帮什么？我觉得他当时需要，他真需要。是真的很大的事情。对，他是很大的举足轻重的事情。对，很需要。所以我会觉得当时其实我就是轻易就这么第一个反应就人性本能的就这个反应。那好。这件事情给我的一个导致我后来的后遗症是什么？就是叫矫枉过正。我另外一个好朋友也遇到出国的时候，手头那时候我们出来都是大家都没钱，也没有房子卖，都是借钱，也是手头空空，因为他刚来也是来出国，然后就跟我借，我就是第一件事情的前车之鉴，就觉得我会内疚。很久，你说我怎么个借法？我把我自己所有的存款都给他，我剩100块，还不够，我就去同事借了$1000，然后我就觉得够吗？就都给他，
然后当然他一出去就拼命打工哈，头3天出去3天落地就开始打工，他第一笔是还我的，这是没有问题。就说你会一件事情会走到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不借是你保护了自己，但你会内疚。借你又会很担心。我不能劝你一定要借给朋友，因为朋友只有你自己知道他是不是可靠的朋友。那当我首先前提是这2个朋友都是很可靠的。第一是可靠，第二他有没有能力还？那我就没办法想你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是啊，当时就是第2个完全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未来的情况下，因为前面的那种内疚会让我就一下刺激我这下不能再出这个事情了，全部拿出来还要去别人那边借，这有一点在弥补前面的那个。所以我为什么说它难在这里，就是你遇到这个事情你会内疚，有的时候，尤其是好朋友。对，就是你真的对很好朋友是很多很难说 say no，这是的确是。但是你自己也面临身份，就像有刚才讲，他有没有能力还你啊？对啊，你不得不考虑这事。一个是他对方有没有能力还你，还有你有没有闲钱借给他。对。因为我记得我人生当中第一场面对什么借钱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当时我身边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我借，前提是我借出去的这个数字不会对我现在的生活造成任何的影响，对吧？本来就是闲着的一笔钱，比如说，然后那我也借给一个有信用和有偿还能力的人，那如果对方不是一个有信用和有偿还能力，而且我只是说跟你的情分，可能我欠你人情啊，你曾经对我很好啊，或者怎么样，我可以送你一笔钱。你不用还给我了。我有一个同学啊，就后来他发达了，赚了好多钱，大老板。那这时候同学就偶尔有困难，当然会想到他。对，因为大家都觉得对你来说9牛一毛嘛。他从一开始，我很欣赏他。他从一开始，不管任何人多好的关系，找他借钱，他就是给你一笔钱。不要了。给你一笔钱。那就是说，大家也就明白，其实这是一种既温暖又理性的一个做法，你觉得？但是，你先听也有但是。你先但是。这个数字是救急不救穷，甚至连急都不够的。就连救急都不够的。他这个基本上就是表示个意识一下就是了。你看啊，正好就借这个机会。我这儿有个真实案例啊，也就是我最近没多久遇到的事情。我很为难。然后大家参想一下啊。我有个中学的好朋友。中学，你看大家可想而知，就是年代有多久远哈。然后呢，我也中间很多年没回国。我去年的时候回了一趟，跟他吃了一顿饭。我还知道她生活有多不如意。等于她被她的老公骗了一大笔钱。然后她还要打工还债。而且是巨额的债务。那我当时有跟她提了一些建议，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可以用什么方法，可以用什么方法。至于她愿不愿意采纳我的方法，我不知道。他也没给我任何的反馈，应该是不愿意采纳我的方法。但是几个月之后，我的一个亲戚，是我的亲戚，只是当年我们在念中学的时候一起玩，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就跟我们年纪差不太多的，就有时候跟我的同学就混在一起玩了嘛。然后呢，就被他联系了。联系之后，他是直接开口问我的亲戚借钱。然后我的亲戚来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你知不知道他要借钱？你知不知道他们家发生什么？我说我知道他们家发生什么，但我不知道他要借钱。他没有跟我开口讲过这个话。他说他跟我开口了。我说哦，然后呢？他说我告诉他我没钱，但是我可以送你一个钱。但是这个钱我帮他算过了，连他欠的债的1个月的利息都不够还的。就是连救急都不够的。而且他问人家，就是问我的亲戚借的那个数字。我听了以后我说，就借这么一点。只借这么一点。那说明他现在很困难哦。
然后我就马上去问，因为他也认识我妈，他认识我别的亲戚，我就问了好几个人，大家都没有接到他任何的想借钱的这个信息，我就很纠结这件事情。第一，他完全不可能有任何还款能力，还有一个，你哪怕送他一笔钱，都不足以可以让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对，这事情，那你这个就是听天由命啊，你能做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你能做什么？但是我有时候在想说，如果有一天，他就像新闻报道里面那个跳楼的，那怎么办？你现在能做什么？然后我就可能会觉得，我当时没有参与到生一把元首，就是会就跟你讲这个事情，你但是我生了这个力量不足以让他不跳楼。对，我以前班上一个同学，就是原来他是发展的非常好的，结果当他发展非常好的时候，被一帮人骗去赌博。结果其实这帮人是合伙把他都开了饭店啊，什么都开很好，那他们就是设套，让他连饭店都赔了，然后还欠了一屁股债。那他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同学借，因为比如说我赌啊，就到处跑嘛，就躲了，那哪怕同学给他几百块钱，他也能吃几天住几天。那后来我们同学都知道了，那我觉得比较暖心的事情，因为我们救不了他，但是只要他来，我们知道他是骗，他每次来就整个人变了，他就骗，他也到我办公室啊，就会跟我讲，哇，我这是什么，然后你把那个给我，我到时候把钱寄给你哈，我那个哈，那其实他已经所有同学我们都联络，都知道他都是一个话术，就是什么，那是毕竟是我们同学，那我们知道他在骗，但我们也知道他这么难，那我们所有的同学，因为他数目大，他到我那当时拿了500，你就拿走，他说你把地址我一定还，我们知道他不会还，他也确实不会还，那就是说大家来这里，你不能在我这第2次了吧，就1次，大家就等于一个，我们大家等于后面聚会，大家等于约定俗成，大家就说，就等于大家每个人贡献他一点钱，懂内。就这样，但就听他自说自话吧，他就说了很多很多。OK， 其实我们大家也都不说，就是给吧。他最后就我们只能做到这个是他的命，你没有办法。你说你能救他什么呢？是。就比如说找关系呢，因为我知道就是乔爷原来还是一个小官的时候，就是说非常清廉的嘛，对吧？任何什么都打入不了他的嘛。但是是你的至交，真的来求你办事，但是是可能会让你踩线的。但是让我踩线的我不会，只要踩线，就是原则是。我一定是会拒绝的。这个我跟小日一样。所以是什么东西难办啊？类似我有遇到过也是很好的朋友，他找我就是我刚刚说的类似说，你放心，他跟他那个很好的朋友说，你放心，你找他，他一定能帮你搞定的。那么他已经话说出去了，对吧？然后我去帮他看到底什么事。他那个餐馆，他也不知道找的谁装修。然后呢，瓷砖，他比如说这么一个场地，瓷砖把中间的整砖全铺完了。边上一圈的砖一片都没铺，然后这个人走掉。就是反正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是有什么发生什么争执啊或怎么样啊，那这个东西就不细问了，总是这样，就他们不开心，闹得不开心，那个就不继续做了。他说意思问我能不能帮他忙，把剩下的就是让他至少完成可以开业。对我来说是帮这忙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什么？他让我报个价，我要怎么报？我就直截了当跟他说，我说这个东西我真的很难报价。我按尺报呢，我亏死。最外面一圈有多少尺？我按尺报是不是亏死？因为最难的留在所有切割全在外面一圈，中间是最容易铺的，对吧？按尺报我亏死。那如果我按照那个，就是说整个这个难度来收费，你又亏死。你又会觉得好像我怎么会收这么贵？对，他大部分都给那边了嘛，对吧？所以，但是我如果不管他又不行，
因为我朋友都说出去了，的确我不管也没人能管他了，你就从人家角度这是个烂尾活嘛，他找谁去帮忙对吧？然后我最后只能这样，我说我让我的师傅帮你来做，然后这部分呢，你单独跟我师傅结，就是你直接付给师傅，现金什么都无所谓，你们就直接那个结束了，我只能帮到这样，就是说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就不再参与这个东西了，因为我包的多了，我又好像我来赚你钱。如果说你这个师傅本来给他做工的这一天，你是要安排去别的地方的话，你可能还要请别的师傅去。对，就变成我排工要重新排，没办法嘛，因为要帮他这个忙，我只能要重新去排这些东西嘛。但是这是唯一我觉得能够解决这个办法的，要不然我不管又不行。如果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说，我可以告诉你我能做到什么程度，但是我不会这么介绍的，你找他没问题，但是另外一层关系，所以我有时候这个像这种情况，其实已经脱开了跟你至交什么好友这样。假设就是名义上是这样的至交好友，你在逻辑上推理下来，他让你去干越界的事情，他去得利，回头你出了事情，他背不起你的事情，他没有把你当至交，所以他不存在这种至交的关系。是的，就是像乔爷说的，就是我为了帮，比如说我为了帮阿婆，然后呢让花花，来做一个，比如说阿婆这里的什么事情，然后是要让你们其中一方要损失利益的，这本身就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啊，肯定啊，对吧？那他的底层逻辑已经摆在这个地方。没错，要么就是我没把你当朋友，要么就是我没把你当朋友，对吧？你那个让你抱那一圈贴砖的，对吧？但是这个有点区别，因为我那个朋友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这么复杂。是的，那他不懂，我是你的话，我就要让你的朋友和他的朋友都在场的情况下一次搞定。你这个难度对我来讲会是什么？我不可能按照正常的时价为你收的，我可能会按照什么。那现在你因为通过朋友来，我肯定要让朋友什么？因为这个活交给我做，你放心。我觉得这种信任，因为他之前那个是走掉了嘛，对，所以我走掉的是信任。我说这个处理，其实当时我还是欠考虑，因为这种事当时发生的那一刹那，其实你也不知道怎么。你要第一时间要有反应对，啊，所以你怎么样？所以你要对你没经验，你要是声响，其实还有很多副作用。然后我还有一个当时打工的一个同事，这就是更加了，他这个是反面的不能反面了，一个案例啊。他的妈妈在一家苏西店打工，这个苏西店的老板，好像是对他妈妈挺好啊。然后呢，有一次他知道你儿子在做装修啊，我这边有点什么各种的零零碎小活，都让你儿子来做，下了班过来帮忙。他说我不，就说不会去影响他白天生那个，因为反正他那个给钱吗？给当然给了，他妈妈就是住在他那个苏西店对面，所以意思就是你下了班随便就过来帮我油漆弄就好了。那么问题就在这儿了，怎么收钱？他平时打工他不会报价，然后他就说你按时间算吧，就1小时多少钱，听上去好像蛮合理的事。问题在于这样，最后做到后面他就嫌他做的太慢，在就是说蹭时间，懂意思吧？就说你油个漆，最后他单子发上去，你油个漆要油这么久，你弄个什么的，那我还不如去请个装修公司了。OK。然后弄得最后就很不开心。那就讲不清楚。然后包括他妈妈最后就变成跟他那老板的关系都搞得很糟糕。等于你这个抹不开，就变成那你还不如不要答应，你答应了你反而出事情。对啊。我们那时候经常，我告诉你，经常那个，就比如说人家请你办事啊，那个你就是抹不开嘛。然后或者就是说，有的人你会觉得面子，比如他先说你无所不能，然后你真以为你无所不能。把你捧高一下，捧得你很开心。我有事情啊，你就办不了。我就经常会以前经常会犯这种错误。你包括跟自己觉得自己很亲的人，就是这种。哇，佑你好能干啊！佑你好擅长修马桶佑你好擅长修门哦，修锁。你确定不是跟我说的？怎么感觉是
就这个只是一层关系，就你跟他一层。那我最怕，比如说我帮这个人做完以后，他跟别人讲，你有什么事找我，我找他。一个电话的事，你好一个电话的事啊，好多中国人不是这样的吗？就像阿辉，你今天跟我讲的，就是吃个饭，一个饭局，然后最后叫来从4个人吃到10几个人。哎，来一个电话就来了，对呀面子好大。那个是挺好玩的。就是这样，我们真的是这样，就从4个人可以吃到10几个人，真是这样，就吃着吃着，大家就是谈起什那么种，对，就是大家都想展示一下自己有多牛逼，对自己的人脉有这多广。个的确只有在国内办得到这事，你在这边就太奇怪了，是吧？我立刻把他叫过来。他说聊着聊着，原来你认识他的？是啊，怎么不认识？熟的不行，我现在叫他来。对啊，对吧？就是比如说然后有一天。喝得晕晕乎乎，第二天早上我昨天晚上跟谁在一起？是啊，像乔爷跟我聊起说，哎，你知道有个人叫 Sean， 清华的，哇，他那个装修怎么样？他说我穿一条裤衩长大的哥们儿，来，我马上给我叫来。哎，对呀，就这样子。你敢不来吗？那时候，哎，在国内，我跟你讲，我感觉当时还真没人不来，就叫了哈，就是在那个。主要是跟你那一张桌吃饭的，真的是比较有 power 的。一叫就来。这个说实话也因为他也不算成功了，对第2个能不成功吗？第3个、第4个，中间空档断档，哇，这个面子得往哪儿搁啊？他的确也不能说是原则问题，这里面他真的蛮很多难。还是抹不开面子。是啊，想想我要是不来，后果会怎样？是啊，又想到后果的问题。想一想，我可能不知道，可能未来丢生意啊，或者是未来我想请你帮忙的时候，你就帮不了我了。那我情愿冒着在家里面回家还得给老婆过搓衣板的，对，过搓衣板的这个风险，那我还是出来给你吃饭吧。老婆在家里骂得一塌糊涂，对吧？倒还好，你只要不赌博哈，老婆一般就在那种社会状态下，大家就会觉得，你看我这是关系嘛。那老婆家里也有关系，以后要找我办事。这是上进的表现。对，上进，就愿意出去。很多人是不愿意出去，老婆才。你像我之前老是在讲，就是说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啊。然后我越来越，比如说，就是从外人看来是一种自闭行为啊。然后或者说自私行为啊。对，已经有身边的朋友来给我各种各样的忠告，就是说。我不觉得。那是你，就是说，伊友你在这个生活，就是在这个社会上生活，你还是要圆滑一点，要不要去买谁的面子？要有面具。对，就我要不要戴上这个面具，就继续把面具带回去吧，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要不要把面具再带回去？乔老爷，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就是说你觉得，你比如说像我们说的抹不开面子也好，朋友问你借钱也好，朋友跟你提无理的要求也好。然后我很有可能就直接打回去了。有跟还蛮 close 的朋友讲说，你身边有一个人是我很不喜欢的，以后只要你带上他一起参加的活动，麻烦你不要再叫我了。然后他张大了嘴巴看着我，就这样。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很勇敢的。如果是按照我不成熟的意见的看法，我觉得你越来越接近生命的意义了，越来越了解自己，升华了，活明白了。因为现在其实是说，现在也有一种这种说法，其实人啊不需要把自己再沉浸到许多没有意义的一种社会行为中去。你去有时间可以 build up 自己，让自己 calm down， 你让自己心灵更宁静起来。你不会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吗？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其实日常生活中确实很多人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抹得开面子或者抹不开面子的这种各种要求或者请求的话，其实真的是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对吧？你能帮的，咱们伸手帮也没什么，但是呢，勉强的超出你的底线的东西，千万不要去帮。人家去赌博，你也借钱给他，我不借，对吧？人家去吸毒，你也借钱他，我不借，我肯定不借，对吧？我们首先都要分清是非曲直，还有自己能力的限制在哪里。而且从人性角度，我觉得从人性角度分析这件事情啊，很多是当你一开始是以帮忙的形式，他会感恩，
但当你长期做这件事后，其实他到后面就不觉得你在帮他了。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如果看到一个乞丐给了他1块钱，他是感恩你的。当你每天上班路过都会给他1块钱，当他变成这种习惯之后，有一天你突然不给他1块钱了，他会问你为什么不给我了？这就放在谈恋爱上很好用。我觉得我刚才讲的刚好想起来，某一些付费课会教的内容。他会说这死鬼去哪里了？然后当你开始对一个人开始想有期待，开始想，开始琢磨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错觉，我是不是爱上他了？还有就是刚才讲回，就是比如一直帮他，他认为你理所当然的话，那不就这样子？那当然，除非你愿意啊，你觉得你老帮他，会不会他也会觉得说你是不是爱上我了？这个对很复杂，就一个案件，一个说法，就是你会觉得说，哎，不对事情越捋越乱。凭什么我给他提那么多无理的要求，他都答应了？对，他一定爱上我了。哟，你这个问题啊，问谁谁都头大。比如说某某同学，我就一直对他不咋地，我就不在乎他，但他一直对我很好。但是到我某一天，我突然间良心发现，会的，他等到那一天了，他守得云开了。对，他等到那一天了，我良心发现，哎呦，我曾经就是那么对他那么不屑，如果你拒绝我，你有什么后果？很严重。阿婆问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永远都是很严重。就是在福建是很，谢谢花花，谢谢花花。